我意外收到一条短信，短信内容很简单，能借我点钱吗？卡号622XXX，信息来自全天下最漂亮的柳如烟。我犹豫了片刻，就将卡里所有的钱转过去，一共32626元。我想柳如烟应该是真的没有钱了吧，否则怎么会联系我？破产了还是被封杀了？难道是被绑架了？我脑子里瞬间跳出各种可能。几秒后，柳如烟打来了电话，我心里顿时一阵紧张。我与柳如烟毕业后便再没有联系，时隔7年，突然不知道该以什么心情面对。我深呼一口气，按了接听键。柳如烟反诈骗中心提醒您，诈骗手段千变万化，提高防范意识。方先生，您记住了吗？我一时愣神，记住了。那麻烦您重复一遍。我突然又忘了，好尴尬呀，这怎么还要背诵全文的？电话那头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呵呵，方圆同学，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是那么傻？柳如烟甜甜的声音从听筒传出，我一时紧张，根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把钱都给我了，你妈知道了不会生气吧？我一时语塞。那你还我。他轻轻笑了笑，回道：在录节目，一会再聊。他接着又补了一句：记得下个反诈 APP。我顿时脸色一黑。电话挂断后，我便收到了一条转账提醒：柳如烟向您转账520万。我望着一串串的零，眼睛都花了。520万！突然我想起7年前的那个夏天，我借给了柳如烟520块钱，她说等她以后红了就还我520万。我以为就是句玩笑话而已，这笔巨款让我不知如何是好。犹豫好久，我发了个消息给兄弟，他一个电话给我呼了过来，声音极其兴奋：原来那个傻子就是你啊！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你跟柳如烟认识？紧接着兄弟分享给我一条视频，我点开直播回放，栏目组邀请柳如烟和其他几个嘉宾宣传反诈骗，中间栏目组让几位嘉宾装骗子，向通讯录第一位的联系人借钱。柳如烟直接编辑：能借我点钱吗？卡号 XXXX。台上几人都在嘲笑，这样要是能上当的对方可能是傻子。接着柳如烟将短信发送给了通讯录的第一位备注傻子，然后我就收到了，再然后我就把全部家当梭哈，引得众人一阵爆笑，还真是个傻子啊。然而只有柳如烟默默红了眼眶，她低声说了句：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这么傻。我点开了评论区，看到几条热门评论，这个方圆是谁啊？竟然在我女神的通讯录第一位，32626元，这有零有整的不会是这位大哥的所有积蓄吧？这个方圆100%喜欢我女神，否则怎么会上这么低级的当？我头皮有点麻，没想到有朝一日我的名字竟然能出现在柳如烟的八卦新闻里，并且我们就是在普通不过的同学关系。上学时她坐第一排，我坐最后一排，我们在班里的对角线是最远的位置。她是英语课代表，每次收作业的时候，我多半是在和后排的一群学渣们玩闹。她与我说过最多的话便是交作业，我总是懒懒的没写，她红着脸催促我快写，我总是带着笑打量她。柳如烟，把你的借我抄一下。那时她总是害羞的不敢抬头看我，低头把作业本扔给我就走，身后又总是会响起班里男生的一片戏谑声：咱们课代表脸红什么呀？是不是喜欢咱们方圆呀？我总是不耐烦的哄走他们，滚滚滚，别瞎逼逼。也不知道柳如烟当年为什么给我备注傻子，我也没那么笨吧。我暗暗的想着那个，想想还是准备把钱给柳如烟转回去。我将事讲给了兄弟听，你说我该怎么办啊？兄弟的大嗓门顿时从电话里传出，那你还不赶紧把辞职信甩你们老板的头上？摇身一变富二代，谁还挣那点窝呢？我的元哥呀，苟富贵勿相忘，大腿快给弟弟抱抱。我揉了揉脑袋，还是毫无头绪。此时手机屏幕突然亮起了柳如烟的来电：方圆同学，今天有时间聚聚吗？就下班可以吗？我心里想着也好，把那笔突如其来的横财还是还给他吧。好，我等你。接着他发来一个地址，是一个高级私人餐厅。挂掉电话之后，我便开始心不在焉。虽然是老同学相聚，但毕竟人家现在是大明星，竟然有种网恋奔现前的紧张感。为了打发摸鱼时间，我忍不住跟兄弟说要和柳如烟见面的事。哎呀，快交代，你俩当年是不是有什么奸情？真没有，真的就是普通同学。我当年借了他520块钱。方圆，你可真是个恋爱脑，别人一句没钱了，你把自己老本全梭哈了，还说你俩没奸情。我不管，先把签名照给我要了，那可是我的偶像啊。要问当年我喜欢柳如烟吗？应该是喜欢的吧。班上很多男生都喜欢柳如烟，她长得明艳动人，唱歌又很好听，课桌上总是堆满了花花绿绿的情书。不过我对柳如烟只不过是一场悄无声息的暗恋，当年的自己太过不起眼，只不过是一个性格内向的小镇青年而已。每次操场边遇见她，甚至都不敢打一声招呼。我们之间最多的交流便是收发作业，我会帮她把作业搬到老师办公室，接着她会掏出几块巧克力放我手上，吃不完给你，然后她便转身离去。那时候好多男生听说她喜欢吃巧克力，会悄悄在她书桌里塞巧克力，所以她经常在我帮她搬作业后甩我几块表示感谢。校园的时光总是美好而又短暂。高考结束那天，大家疯狂的合影，宿舍楼下一声又一声的表白此起彼伏。不过我还是没有勇气向柳如烟说出那句喜欢，甚至没有勇气去找她拍张照片。我们唯一一张合影便是毕业照，青春的最后是柳如烟找到我。喂，方圆同学，留个手机号呗。我们互留了手机号码，他把我手机上他的备注调皮的改成了全天下最漂亮的柳如烟。我忍不住笑了，他打趣我，你笑起来挺帅的。我又不好意思的红了脸。直到一天柳如烟找到我，方圆，我报名了一个唱歌的选秀，可我没钱，能借我点钱买车票吗？我忙红着脸拿出了钱包里所有的钱，一共520块钱。他笑了笑，等我红了还你520万。我又忍不住笑了，他站在阳光下向我扬了扬手，笑得极其灿烂。方圆同学，你笑起来真帅，以后多笑笑。那个选秀节目在那年暑假火遍了大街小巷，柳如烟从众多选手中脱颖而出拿了冠军。节目结束后，我收到了柳如烟的短信，你开了吗？我回他，祝贺你。后来好多天我们没有联系，最后的短信是某个凌晨，他说一定会还钱我的。
方圆同学，祝你越来越好。柳如烟，我也祝你越来越好。此后我们便彻底断了联系，再也没有见过面。不过我倒是经常能看到他。这些年柳如烟一路飘红，到处是他的广告。那天下班后我挺不好意思的，我加了1个半小时的班，也让柳如烟等了我1个小时。出门前我在卫生间的镜子照了好久。现在的我已经不再是18岁自卑怯懦的男孩。虽然如此，见到柳如烟时我还是心里莫名一阵紧张。嗨，柳如烟，好久不见。我局促着打了声招呼，见到我时他眼神微微一愣。你变化挺大的，变帅了。坐下后柳如烟有些打趣我道，跟我出来单独吃饭，你老婆不会生气吧？我尴尬回道，没有老婆。那女朋友也没有吗？这些年没谈恋爱。他目光里带着探究和期待，我瞬间感觉自己好像个三无产品。工作太忙，没时间谈。我给自己找了个借口。他噙着笑的眼神看着我，好巧，我也是。吃点什么？都行。那尝尝他家牛排。总之气氛一阵尴尬，直到服务生端来1份牛排摆在我面前，而柳如烟面前的是1份蔬菜沙拉。你不吃吗？晚餐不能吃，会长肉的，上进胖10斤。他有点委屈的解释，其实你已经挺瘦了，太瘦了，对身体不好。我本想安慰他，可柳如烟却侧头看向我。我也没有太瘦吧。我目光不自觉的乱瞟，突然察觉到他发现了我看的位置，我脸颊一红忙解释，没有，我的意思是节食伤身体。他脸颊红着看向我，那你给我1块牛排。也不知怎么想的，我竟真的给了他1块，他竟然用我的叉子吃了那块牛排。干嘛不重新点1份呢？不至于舍不得这点钱吧？还是把钱转给我后自己穷吗？不能吧，明星不都很有钱吗？我按耐住脑子里的诸多问号，还是跟柳如烟聊了正题。柳如烟那个钱我不能要，本来就是还你的呀，当初不是说好了吗？我忙解释，一句玩笑而已，我没当真的。我当真了，这是你应得的，你这算是我最早的天使投资人。可是这钱我不能收啊。柳如烟似乎并不想继续这个话题，她缓缓抬起头看向我。你做什么工作呢？现在是摄影师。我一时被他这个转折转得有点猛，不知怎地傻呵呵又问了句，你呢？他忍不住笑出了声。歌手。空气一阵安静，我缓了缓情绪又问了句，你们有5险1金吗？他忍着笑弯着嘴角挑眉看着我，没有5险1金，没有周末双休，也没有加班费。呵呵，那你们明星也挺不容易啊。又是一阵无声尴尬，我真是懂得如何把天聊死。那个，其实我还是你粉丝来着。我试图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是吗？怎么没见你来过演唱会？你票太贵，不光贵还不好抢。柳如烟嘴角扬起一抹淡淡的笑。下次演唱会我请你来听。这时我突然想起兄弟交代的任务，那你能给我签个名吗？行啊。柳如烟立马签了1张给我。能再写句话吗？行啊，写什么？柳如烟笑得随意，我有点为难，支支吾吾开口，祝老公陈正越来越帅。柳如烟笑容一顿，突然黑了脸。陈正是谁？我兄弟，不行吗？我看粉丝都会喊偶像老婆，但你别误会，我不喊。柳如烟发出几声轻轻的笑。那你喜欢哪个明星？我喜欢那个张若楠，你方便帮我要张签名吗？张若楠是这几年爆火的女明星，她与柳如烟是娱乐圈里公认的好朋友，不少网友还经常磕他俩 CP。行啊，那你想在上面写什么？柳如烟语气淡淡的挑眉看向我，老公方圆最帅了，这个可以吗？柳如烟顿时黑了脸。不可以。为什么？你们关系不是很好吗？现在不太好了。他轻哼一声，什么时候的事啊？我前2天还看你们节目了，关系还挺亲密。我那颗八卦的心就突然压不住了。方圆同学，你不是说你是我粉丝吗？那张若楠又是怎么回事？没看出来你还是个海王。我有些尴尬，这也能叫海王？我一天刷3个小时，抖音能爱上80个美女。总之那天的见面真的是尴尬，他妈给尴尬开门，尴尬到家了。可柳如烟居然还跟我说，方圆同学，今天跟你聊天很开心。最后我还是没忍住，又将旧事重提。柳如烟，当年借的你钱，真不用你还这么多，这顿饭也挺贵的，就当你还我了。你给我个账户，我给你转回去吧。柳如烟淡淡回我，我最近账户有点问题，就先放你那吧。我算了算，520万光1天的利息就比我1天的工资都高，要不先给你存个活期。行。柳如烟拿出手机朝我晃了晃，不加个微信吗？我还是头一次加明星的微信。他忍不住笑出了声，还是明星主动找你要微信？那天我加上了柳如烟微信，像做梦一样。事后我把那笔巨款找了个银行存了起来，银行还送了我1桶豆油。第2天上班摸鱼时，我突然收到柳如烟的微信，方圆同学，能帮忙修几张照片吗？可以啊。然后便收到了他的一个系列写真，有的穿的很少。我在办公室偷偷打开时，瞬间红了脸。我靠，这不是柳如烟吗？方圆，你从哪搞来的这么高清的图？一旁的同事扫见我的电脑屏幕，忍不住震惊。我看着照片里的柳如烟，凹凸有致的身材散发出满屏的荷尔蒙。可我对柳如烟的印象，其实一直停留在18岁的清纯少女心。退，美色乱我心。我咬咬牙点了关闭。怎么样？柳如烟又发来一条微信，挺好。我摸了摸自己发红的脸，回道：我把钱在银行存了定期，你什么时候能收款就跟我说，我给你去转。存钱还送了1桶豆油，你还要吗？要。能麻烦方圆同学送一下吗？其实我就是客气一下，没想到他一个大明星竟然还差那1桶油。后来便是我吭哧拎着豆油去了市区最贵的住宅区送货上门。麻烦你了，方圆同学。他接过我手里的油，招呼我随便坐。我打量了一圈柳如烟的房子，房子并没有像电视里别的明星家那么大。很奇怪吗？他看出了我眼中的好奇。也没，我以为你们明星都会住那种400、500平的大平层。一个人守着那么大房子干嘛呀？多空旷，以后结婚可以考虑换个大一些的。你这个也不小啊，3室2厅结婚也够用了。说完我就后悔了，
人家现在是明星，怎能用普通人的水平去丈量？我尴尬向他摆了摆手。那东西送到我就先走了，再见。柳如烟双手环胸，朝着我轻轻扬了扬下巴。来都来了，吃个饭再走吧。好一个来都来了，吃就吃。只是我没想到柳如烟居然还会做饭，没多会就做好了几个菜。这有什么奇怪的？一个人住，只能自己照顾好自己。他说的还有点委屈的样子。你们明星不都有生活助理什么的吗？我不喜欢被打扰。好吧，我好像真的不擅长聊天，亦或说是我们差距太大，根本没有共同话题。每次谈话都熄火熄得很快。幸好此时我妈的来电拯救了我。阿元啊，你二姨给你介绍了个对象，女孩是公务员，人温柔稳重，下周日你去见见她。我妈那大嗓门声音从手机里震出。妈，我在忙，改天再说。那你下周日一定要去啊，就在你们公司附近那个花园餐厅。知道了，知道了。我慌张挂掉手机，尴尬扯起笑解释。那个，我妈要我去相亲。柳如烟垂着眼皮。方圆同学，你找对象有什么要求吗？没什么要求，人好就行。那你觉得我怎么样？柳如烟慢条斯理的轻声开口，我并未多想，随口说道：挺好的呀。他然后很随意的又问了句：那要不咱俩试试？这时我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什么事，我一个大震惊。你说什么？柳如烟直勾勾的看着我，认真的说：我说方圆同学，要不咱俩谈个恋爱？我一时有点懵，表情僵住了。时间过了几秒，我深吸一口气。你别开玩笑了，柳如烟。你看我像开玩笑吗？柳如烟依旧直直看着我，眼神却是认真的不能再认真。咱俩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怎么你来自火星啊？你不是说人好就行了吗？我哪不好吗？他反问我，我心里一时乱极了，根本无法好好思考。你太有钱了，太漂亮了。有钱和漂亮怪我吗？这也算缺点？他摊了摊手，表示很无语。我更无语，我一母胎 SO 的单身狗哪经历过这种场面？缓了好久我才敢支支吾吾开口。为什么是我啊？你身边应该不缺男生，娱乐圈那么多帅哥。况且这些年跟他炒过 CP 传过绯闻的男性不下10个。因为你舍得给我花钱。这个答案我是真万万没想到。7年前你把身上钱都给我了，7年后你又把钱都给我了，别的我不懂，能舍得给我花钱，那肯定是真爱。柳如烟说的一本正经，但她说的好像也没毛病。7年前我确实偷偷喜欢过他，但随着他走得越来越高，喜欢他的人也越来越多，我的那份喜欢也早就慢慢摒弃了。至于给他钱这事，只能说是下意识的想帮他吧。柳如烟，我们就是普通的同学关系，我真的没想那么多，而且我们好像也不是太熟。我无力解释着。不太熟？方圆同学未免也太没良心了吧。柳如烟突然起身站在我旁边，语气里带着微微不悦。这疤是你为我留的吧？你竟然说和我不太熟。他指了指我眉骨处的那道疤，我一时慌张又不知如何是好。那是我上学的时候打架留下的，记忆里那好像是我第一次和别人发生冲突。当年我和班里的一个男生在宿舍里大打出手，那个男生肋骨骨折，我眉骨处缝了3针。具体是因为当时他在宿舍看那种电影，跟别人说里面那个女生像柳如烟，又说了不少无言秽语，所以我就把他揍了。这种事越传对柳如烟越不好，所以老师封锁了消息。可不知道后来柳如烟是怎么知道的。柳如烟脸上浮现出一丝浅浅的笑意，明白了。我闷声回他。他眼神向上思考了几秒，随后又轻笑要看向我。还有某人陪我一起被罚站，当时我哭的跟个二傻子似的，是谁陪着我呢？罚站的事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那是为数不多和柳如烟独处的机会。柳如烟的卷子忘在了家里，还偏偏说是自己故意的。老师一气之下就罚柳如烟去教室门口站着，并且在讲台上恶狠狠地放话，没带的都给我出去站着。然后我便晃晃荡荡出去了。柳如烟第一次被罚站就在教室外小声哭，我在旁边打趣她，她没理我，她就一直哭。我在旁边就看着她笑。后来我在她手里塞了几块巧克力，说请你吃糖。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有点激动。此时柳如烟接着说，后来你猜我发现了什么？我在你的课桌里发现你的卷子。她脸上露出一抹狡猾的笑容。方圆同学，那天你明明带了试卷，为什么还要出来罚站？我一时震惊又慌张。他缓缓抬起头，明亮的眸子望向我。所以我们关系不熟吗？反正咱俩都没人要，不如凑合一下谈个恋爱。我脸涨得通红。谈就谈，反正我又不亏，我还没谈过明星呢。柳如烟忍不住笑出了声。傻子。就这样很奇怪，我拎了一桶豆油换了个对象，直到柳如烟牵着我的手带我出门，最后又开车送我回家。一路上我都感觉像做梦一样。我到家躺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忍不住给兄弟打了个电话。狗子，我有对象了。他秒回，我还有老婆了呢。娱乐圈里的美女全是我老婆，就你那高中同学柳如烟，她是我的原配。哎，不对，你不会真背着我有对象了吧？是谁啊？你原配老婆。你俩还真在一起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在一起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现在还是懵的。什么怎么办？那可是柳如烟呢。兄弟，他吻技怎么样？没到那一步。那抓紧快去推倒他。第二天柳如烟便去外地录节目了，然后我们刚刚确定关系就秒变异地恋，而他的工作时间又不固定，有时候微信发了好久才回，他会在休息室给我打电话说些暧昧的话，说的我有了反应才肯罢休。有时会收到他订的外卖，寄的快递都是挺贵的东西，我不要他还不乐意。我握着手机又总觉得极度不真实，在手机上搜索着关于柳如烟的新闻，热门里突然跳出一条柳如烟和杜子腾藏不住的爱意，配图是柳如烟
在节目中笑着望着杜子腾，评论区都在说柳如烟看杜子腾的眼神都拉丝。杜子腾是新晋的流量小生，很多网友磕他和柳如烟的 CP。那张照片越看越刺眼，我打开微信给柳如烟发了什么时候回来，他好久没有回复。人在极度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便会胡思乱想。我开始翻着他一条条的动态做阅读理解，又脑补着是不是此时正在和某个小奶狗眉来眼去。那天他说了那么多奇奇怪怪的话，使我想到可能当年他是喜欢过我的。可是清醒过来后发觉，就算喜欢过又能怎样？18岁什么都不懂的年纪，谁会一直挂念？况且他是柳如烟，亿万男生的梦啊！他见过那么多美景，见过那么多帅哥，又怎会对我念念不忘？可能那天他不过是觉得好玩逗逗我而已。人就是这样，思想一旦陷入怪圈，就会不停乱想。我找出了我们的毕业照，我想起那时我遇见他后总是会下意识低头，可能喜欢一个人会下意识自卑吧。以前是，现在也是。我没忍住发了个动态，配文是：所以故事的最后是我们连一张单独的合影都没有，困住我青春的人始终没有回头看我一眼。过了会情绪好多了，我又反手删除了那条动态，自己矫情完就算了，没人会共情自己的情绪。不久妈妈打来了电话，阿元晚上6点花园餐厅记得去啊，人家小宋在那等你。我妈提醒我去相亲，但我早把这茬忘了。妈，我不想去。这个女孩是公务员，条件特别好，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麻利的给我去。我咬咬牙，去就去。柳如烟能跟别的男人眉来眼去，我就不能和别的女人烛光晚餐吗？事实证明，传说的这个温柔稳重的小宋是挺踏实稳重的，得快200斤了。那天尴尬的是他团了个券，但是节假日不能用，然后和店员吵起来了。我硬着头皮劝了他一句：宋小姐，要不就算了。随后我甩下一半的饭钱转身就走，可那姐们竟然追了出来，还在后面喊：虽然你没编织，但我不介意，要不咱俩处处看。我有点烦躁，突然一声方圆从远处传来，我循声望去，柳如烟站在一辆纯黑色跑车旁。过来。她语气中带着些不耐烦，我一时有点心虚，但一想是她先不安分，我心虚什么？她抬头幽怨的眼神盯着我。你干嘛呢？我抿着嘴。相亲。她忽然冷冷轻笑一声，抬手掐住了我的耳朵。方圆同学，你这样让我有点难办啊。随后他突然踮起脚亲上了我，我一时又急又怕，他没戴口罩被人认出来怎么办？我轻轻推开他，一旁的相亲对象早已惊得不行，你这对象长得跟明星似的，跟我来相什么亲啊？我无奈之下只好红着脸跟柳如烟坐进车里。柳如烟忍着怒气的目光，他哪儿比我好啊？我既难过又有些气，想了想起说句他有编制。柳如烟一时被我气得哑口无言，转而嘲讽道：长得都能当你妈了，岁数大会疼人。你这是嫌我不会疼人？那我换个地方好好疼疼你。我不是那个意思。那是几个意思？有女朋友了还来相亲？是你先跟别人眉来眼去的。我将那个八卦新闻扔给他自己看，他看完直接笑出了声。吃醋吧？他娇媚的声音当在我耳边麻麻的。方圆同学，以后有问题直接问我，不要自己脑补。然后他打开手机翻出一段视频，原来那是他们节目的花絮。我有点不好意思的低下头，他轻笑一声倒在我怀中，我有些疑惑的开口道：你当年为什么给我备注傻子？柳如烟无奈看我一眼，那我问你，为什么我一去你那书作业，别人就起哄了？为什么老师同时念到我们两人的名字时，总会有人吼？我问为什么，柳如烟无奈叹息一声，全世界都知道我喜欢你，只有你不知道。你说你是不是傻子？他怔怔地望着我，眉眼微弯，终是说出了那句迟来的告白：方圆同学，我喜欢你。我的反射弧可能太长，回过神时又哭又笑。原来我们的暗恋是双向。那天柳如烟带我去了一个游乐场，她说想和我做情侣约会时做的所有事。夜晚游乐场的烟花绽放在天际，柳如烟眼里盛满了漫天星光。方圆同学，要是你像高中其他男生一样给我送情书的话，我们早在一起了。还有，我不喜欢吃巧克力，是我知道某人喜欢吃，故意送你的。毕业后，爸妈不让我学音乐，断了我的钱。那时候我就想，如果方圆借给我钱，我以后一定回来嫁给他。其实刚开始那几年挺累的，又要上学又要练习，还要炒热度，圈子里真真假假，有时候也会后悔为什么选了这条路，但最后也总算没有辜负自己的努力。要是没有当年你的那520块，也不会有今天的柳如烟。那天他跟我说了好多话，我明白了他的心意，更确定了自己的心意。从那以后我也没有再患得患失了。他是公众人物，很多时候并不能像平常的情侣那样约会秀恩爱，所以我们的事除了我兄弟也没人知道。最先怀疑的是我爸妈，有次回家我成天抱着手机不撒手，我爸拧着眉瞅着我，你呲个牙在那约什么呢？我小心翼翼试探那个爸妈，我谈了个对象。干啥的？有编吗？我爸妈就是典型小市民思想，他是小领导，所以也想让我一定找个门当户对的。他是唱歌的，还开过演唱会。那不行，没个正经工作。咱镇上的二丫也是唱歌的，成天十里八乡的红白喜事上开演唱会，一天天穿的跟精神小妹似的，连个老公都找不着。她唱歌唱出花来也没工作，对象没工作，你一个人怎么承担起家？我也是万万没想到，柳如烟竟然有一天会被嫌弃成这样。假期我在家窝着刷快乐小视频，柳如烟加班加点录节目，可突然柳如烟打来了电话。想我没？柳如烟温柔的嗓音从手机传来。想就下来，我在你楼下。我下到楼下后，柳如烟抱住我。方圆同学，想我了就主动一点。她坏笑着指了指自己的嘴唇，我红着脸靠近，结果一声尖叫打破了气氛。住嘴！我一转头，妈，你怎么来了？更要命的是，我爸已经要走过来了。你俩给我滚上来！我爸咬着后槽牙，这就是你找的那个唱歌的？我俩像早恋被抓的中学生。叔叔您好，我叫柳如烟，是阿元高中同学。我爸斜了他一眼，长得是挺招
摇摇的。我爸顿了顿，又开口说道：“但你没个正经工作也不行，我们家不能接受你，而且我们家出不起彩礼的。”柳如烟笑笑礼貌回答：“叔叔，我们是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至于彩礼我不需要，我已经把要结婚用的钱都给阿仁了。”啥？给了多少？520万。我爸像听了笑话一般，还520万？我斗地主欢乐豆都没这么多。我弱弱插嘴：“爸是真的。”我拿出手机找出网上关于柳如烟的视频，我爸接过手机对比了好一阵，挠了挠头又递给我妈，我妈又确认了好一阵，大声说道：“不是儿子，你找个明星啊！”我本以为他们会很高兴，结果我爸平复心情后又说道：“你们的事我不同意，你们两人差距太大，而且艺术圈也太乱，我儿子太单纯，跟你在一块他抬不起头。”柳如烟握紧了我的手，不卑不亢解释：“叔叔，我们相互喜欢对方，喜欢了很多年，我们不是一时冲动在一起的。这些年我攒了些钱，结婚后我准备陪着他做点他喜欢的事，请您放心，我会好好对方圆的。”最后尽管柳如烟反复保证，我爸也没再说什么。送柳如烟出门时，我没忍住开口问他：“你真的想要结婚了？不然呢？你不想给我个名分？”我一时坦然，可细想他正在最好的年纪，又是艺人，这个时候结婚了，你的事业该怎么办？我终究还是没有再问，而是把手里紧握的钻戒藏了起来。柳如烟低头笑着靠住我的胳膊：“都交给我就好了。”她从口袋掏出一张卡片放到了我手上：“方圆同学，我答应请你听演唱会的。”我定睛一看，是一张演唱会门票。我知道他最近在筹备新歌，我曾问过他新歌是什么，可他神秘兮兮的不肯告诉我。直到发布那天，我看到热门话题柳如烟新专辑《生生念念》，他那天还发了条微博：“谁说我们没有单独的合影呢？”配图是一张他穿着校服的自拍，而画面里还有一个穿校服的背影，就是我。他说：“方圆同学，我和你的相遇并不是偶然，是我处心积虑想碰上你。”我望着照片里18岁的柳如烟和方圆，笑着笑着就哭了。真好，我的暗恋原来一直有回声。柳如烟的10万人演唱会在城市最大的体育馆呢。我坐在第一排，笑着听完她一首又一首的歌，最后一首歌是《生生念念》。一曲完毕，她站在台上：“大家好，我是柳如烟，谢谢你们来听我的演唱会。”现场顿时一片此起彼伏的欢呼。这首歌是写给我的男朋友的，当年他借给我520块钱，我坐车去参加了选秀，后来才有了今天的柳如烟。他毫不掩饰地望着我：“在娱乐圈打拼7年，谢谢你们喜欢听我的歌，这是我最后一场演唱会，我宣布从今天起退出娱乐圈。”现场一片哗然，没有人会想到柳如烟为何会在巅峰时退圈。她拒绝了所有的采访，径直将我从后台带出，我的思绪还停留在她的退圈发言。如烟为什么？原因有很多，比如我不想爱好成为职业，不想晚饭吃不饱，不想自己和身边人的言行被拿来放大议论，不想男朋友休假我加班，我想我们像普通情侣那样一起去做任何想做的事。可是他不由分说牵起我的手便跑，最后我俩累得气喘吁吁，停在一个地方。方圆同学，你还记得这吗？他带我来到了学校操场上的那条路，这是我经常遇到他的那条路，也是毕业时他将我手机里备注改成全天下最漂亮的柳如烟的那个地方。每次遇到他，我都会下意识低头不敢对视，但每天我都会等他。他每天7点10分左右路过这，我每天7点来，就为了在这等遇到他的那几秒。此刻我单膝跪地，手指捏着早就准备好的钻戒。7年的时间，我本以为我这辈子错过你了，但你再次出现在我生命中的时候，如烟同学，我们结婚吧。他笑得眉眼弯弯，最后忍不住哭了。傻子，我愿意。我紧紧地抱住柳如烟。此时广播站响起了他的那首《生生念念》。